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她说她有对象，问我还来得及吗？我当时有点懵的啊。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她说自己53周岁，名校硕士，企业高管，车房都有，存款也有7位数。听完呢，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她说这一辈子没结婚也没生孩子。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啊！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她又跟我说了她以前的一些事情，经过她本人的允许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多岁呢，她谈了第一个男朋友，两人同学啊，谈了2年多的感情。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啊，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现在想想，那个男朋友是她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啊，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啊，兄弟多，工作也不好，说什么也不愿意。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男方自尊心很强，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啊，去了南方发展。后来呢，女方毕业分配啊，就当了学校老师。那个时候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当官的有钱的，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家里就劝他呀，物质条件好啊，那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啊，一遇到问题呢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从来都不肯低头。男方觉得受不了就分开了。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人也聪明啊，考上大学，读了本科，读研究生，一时啊风光无限。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啊，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啊，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他就开始挑挑拣拣，看谁的条件更好啊，谁的性格更合适，谁长得更帅等等，最后啊是没一个看上的，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呢，是会被笑话的。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啊，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可自己又很不甘心啊，随便找一个，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啊，人很好，自己呢也比较吃苦，就开公司，有车有房子，条件也很好，就是个子啊长得矮了点。他就特别纠结啊，哎呀，想着条件好啊，矮就矮吧。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母亲离世，父亲瘫痪在床，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提出了分手。男方呢也留过几次，但是没有留住，就没有再找他了。后来呢，他又谈了几个，有的是男方原因，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一晃呢，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啊，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只要是人啊，这个合适，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离婚的也行，别挑了。但这姑娘却觉得呀，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工作是公务员，铁饭碗，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父母得有退休等等。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他能看上的，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后面呀，他干脆直接摆烂，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啊，那不如不结了，就加入了不婚主义。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啊，他就是不想结婚。不是自己不想，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也喜欢他的，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可是找不到啊。后来呢，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在他48岁那年，他的母亲生病，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去年呢，他的父亲因为脑溢血走了。父母的遗产，他们兄妹是4个啊。分完之后呢，这没了父母，大家走动就更少了。这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以前还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现在也没有人说了，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他特别害怕呀，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好在呢，现在收入还可以，攒了很多钱，他也不敢花太多，这有钱啊都能安心一些。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大家互相精神鼓励，互相说着无儿无女，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你到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不论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不论酸甜苦辣，不论生老病死，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
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啊，我就发现一个现象，那些相亲很容易成功的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对自己的认知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很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而且从来都不贪，也不拖泥带水。他们相亲成功啊，这结婚幸福的概率就会很高。反而那些相亲次数很多的，多半都是看感觉、看条件的。但凡超过3次的，相亲次数就会无限的加1。他们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纠结啊，喜欢比较，感觉这个条件还行，但是没眼缘；感觉那个呢有感觉，又是条件不行，就非常迷茫。之后啊，就陷入到相亲不合适、相亲不合适的死循环。今天呢，给你们分享一个相亲第一眼就成功的案例啊。男女双方都是第一次相亲，第一眼就看上了，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感觉？这个男方呢是95年的，做监理的，年薪有个6、7万；女方呢是97年的，开了个快递超市自己干啊。这男方找对象就想找一个农村姑娘，条件不用太好，有一个稳定工作，人品好的就行。女方呢就想找一个有房子的，对她好，工作稳定的就行。这见面当天啊，人姑娘就觉得男方请她吃饭嘛，主动带了一兜子家里种的水果。男士见了肯定很感动啊，那平白一个陌生人对你好，这心里肯定会感激的。这两人吃饭的过程也很愉快，压根就没聊什么车房收入之类的，都是聊聊兴趣爱好啊，喜欢吃什么，还聊了一些对人生的期待、未来的规划。越聊越觉得两人的这个三观很合适，想法还很多啊，都一样。很快啊，这两个人就约着呀，就见了第2次面。这回啊，人男方就给女方买了很多这不常见的水果，让姑娘尝尝鲜嘛算是给第1次的回礼。这姑娘收了很是开心啊，一定要去请这个男士去看电影，觉得礼尚往来那是应该的，没有谁就应该为谁去买单的。慢慢的这两个人就熟悉了。男士呢一有空就去姑娘家的快递超市去帮忙干活。这姑娘呢想请他吃饭，但太忙了就没时间，就给他订外卖，都是些贵的好的。这个男方就觉得呀，给你干活你这一天赚的还不够你给我订饭的。人姑娘可不这么想，觉得呀你来帮我这是情谊，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两个人呢就这么认识了有1个多月，男士就鼓起勇气买了束花，约着姑娘去公园去给她表白。人姑娘很开心就直接同意了，也没有什么慢热，也没有什么矜持。男士就问他，你不用再看看其他人吗？答应的这么快，如果有更好的，你不会后悔错过吗？这姑娘很是爽快说我认识你了，我就会好好了解你，不需要跟别人去做什么比较。那我要的是一个跟我三观合适、人品好、有工作的人，你都符合，我为什么要去看别人呢？人男士就说呀，你认识了别人可能会觉得别人更好的。这姑娘就说我天天收快递，心里很清楚，找对象就跟逛淘宝一样，我想买什么我直接去搜，价格合适好评多我就直接下单反而你比较多了，压根就不知道哪一款好，眼都挑花了。有一次男士这个手在工地上受伤这姑娘是两边跑去照顾，从来都不嫌烦。他觉得呀，两颗心在一起，互相理解和照顾，人才能过一辈子的。中秋节呢，两人互相去家里见了父母，双方父母都很满意。这个两家就定了亲约定彩礼6万8，女方陪嫁一辆将近10万的汽车，定在了农历10月16订婚，准备腊月期结婚。你们听完就会发现故事其实很普通的，但是又很温馨。相亲其实不难，遇到幸福也很容易。你要先明确自己的择偶方向，确定目标，摆好心态再行动。不要自己没车没房就要去追那要车要房的，自己今年35岁非要娶那25的，搞清楚自己的相亲定位什么样的人才合适你，那很重要，千万别盲目去做舔狗。好了，下课，幸福的讲完了，下期有点吐槽不幸的。相亲是一门学问，很多人都不会相的，那相都焦虑了血压整的比我都高。我今天给你们总结一下这些年我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总结的那些道理好好听一听，你会受益匪浅的。这第一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相了那么多还是失败。哥们儿姐们儿，看问题咱要看本质。相亲想遇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只有数量才能决定质量。有的伙伴1年相3、4个，给打击的不行了，焦虑，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甚至还严重的怀疑自己的性取向。怎么是不是不喜欢女人了？你知道有多少人是见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才遇到那个合适的？在你自己有限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多扩大圈子才是王道。你得感谢今天能给你介绍对象那些大姨大妈们，改名指不定连他们都看不上你了。逢年过节的村头讨论的就是你了。交友软件、相亲会、公司聚会的亲戚大婶们全都来一遍，别说自己没渠道找不到。曾经我这边有个小伙子人个子不高，可能还刚刚1.6米吧，很不好找对象。那他就去保险公司兼职，就去认识那些大姨大妈们。
没事就去送点饼套近乎，那别人一个个都介绍可积极了，不到2个月就相成了。人女孩子呀，哎呀，个子高，长得还好看，还没要彩礼啊，那人现在都2个娃了。在量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查缺补漏，先要看看自己的不足，总结经验呀，调整方向。上学那些知识啊，那不是白学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条件，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第二个，这个相亲过程当中你得有道，刚见面啊，不要去看电影乌漆嘛黑的，那手拉还是不拉？2个小时啥也不能干，电影那是暧昧的时候看的。第一次见面以吃饭为主，或者先喝下午茶聊聊天啊，觉得合得来啊，再请吃饭。第2次约会啊，吃饭加上去公园、河边等等，哎呀，灯光都散发着暧昧的气息，畅想未来，捎带着画画饼。当然呢，如果约不出来的啊，伙伴们基本没戏了。第3次和第4次还能约出来了，哎，你要想办法提升关系，把关系往暧昧方向发展了。别做老实人，约着吃饭，再去划个船呀，去个鬼屋啊，还有游乐场、剧本杀等等，多制造一些肢体接触。哎呀，越聊越远了，有点聊劈叉了啊！以后跟你们唠这些。第3个呢，我想说的是，在女人的择偶机制里面，男人没钱呀，不是最不能接受的点，矮才是。我无意要伤大家，确实在相亲过程当中，女人的眼缘里面，这个身高是占很大的占比的。10个人里面有9个是要求身高，甚至帅啊都比不上这身高的。在男人的择偶机制里面，女人啊这个腰臀比占比是最大。我喜欢灵魂，但是我也喜欢这身材好、长得漂亮的。之所以有的男孩子他不做要求，哎，要么对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要求，要么就是自身能力啊他没法去要求啊。所以哥们儿姐们儿啊，如果对方拒绝你，理由啊不重要，因为那些啊可能都是随便编的理由，真实的原因啊可能就是觉得你矮或者是丑，哎，不好直接说而已。那我就是矮，长得就是丑，那怎么办？如何破局？参考第1条啊，千万别懒了。第4个，舔呀，这事儿是有违天理的。我说过很多遍，相亲不要追，你会发现相亲很难也很简单，喜欢你的根本就不用你追，只有不喜欢你的你才会想着去追他。我牵线成功这么多对啊，他喜不喜欢你，看你的第一眼啊，其实已经决定了70%，那20%呢是见面相处的感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首映效应。90%啊是否成功啊，已经在第1次见面都已经决定了。所以啊，见了第1次面之后，对你爱答不理，哎，追了好久还是慢热的、矜持的啊，不是什么回避型恋爱，是不够喜欢。如果你听到他说，哎呀，最近不想谈恋爱呀，我比较恐婚啊，最近工作忙，压力大等等之类的，大概率人家就没瞧上你而已。哎，还有一类人哈，这类人比较危险，就是跟你还保持暧昧，哎，藕断丝连，若即若离，有时候还会对你很好，让你产生错觉，让你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在一起了？但是永远就差一点，一提到确认关系，对方就闪烁其词，经常性的失联，特别是啊周末呀、长假呀，整个消失。再或者呀，就从来不愿意让你走进他的生活。这种情况啊，大概率是海王或者是绿茶，哎，专门吊着你的。唠这么久啊，最后想跟你们说，谈恋爱谈的是情绪价值，只要玩得来就好了。但结婚你一定要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解决问题的人。很多人谈恋爱只谈吃喝玩乐，哎，兴趣爱好，一旦遇到问题就吵架，认为不合适，也不去反思自己。这种人就算在一起了，后面碰到的问题啊，也会不断的去争吵。反而是那些啊能跟你聊工作、聊生活琐事的人，这类啊大多是愿意和你一起承担解决问题的人。工作中、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愿意倾听、愿意体谅、愿意理解的人，才是你重点要考虑结婚的人啊，哥们儿。好了，散会啊，明儿见。